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来说说巴黎奥运会吧。说实话，现在我对奥运会几乎不怎么关注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有年纪的原因吧。但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自己的祖国比几十年前好的太多太多了，已经不需要用体育来证明中国人什么事情也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这是否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呢？我不知道。当然，任何国际比赛，中国人能拿好名次当然是最好的。但小时候那种彻夜追着看奥运比赛那种疯狂，对我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了。记得当年我最喜欢看的是有郎平的中国女子排球的比赛，还有李宁的体操以及跳水等等一些项目。可能现在的网友对我说的有点不相信，那时候应该是80年代吧，有女子排球比赛的电视直播，可以说全国万人空巷。那种疯狂场面，现在可能几乎没有了吧。上期我们讲了本届法国巴黎奥运会的许多吐槽点，比如说奥运村的简陋啊，他们房间连空调都没有；奥运村的伙食比较差；奥运村里面房间的那个面积比较小，而且是2个人住一间，4个人共用一个厕所，等等等等。人有3急，如果是4个人同时要上厕所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另外，奥运的床是纸的，还有奥运的伙食也不怎么样，60%的伙食都是素食等等。另外，我还吐槽塞纳河的河水脏，对吧？对于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我觉得前面的创意还是真的不错的啊。但是我吐槽的不是前面，而是后面一段，就是我称之为群魔乱舞那段，真的是群魔乱舞。对我来说，那就是妖魔鬼怪在那个地方群魔乱舞。而且这段我觉得特别少儿不宜，毒害小朋友的心灵。另外，有眼尖的外国网友发现，有一个惊天的细节，在那段群魔乱舞的表演中，我们看左边那位演员，他的睾丸甚至都隐约可见。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有录音癖，还是不小心漏点了。还有眼尖的中外网友发现，巴黎奥运开幕式的视频被巴黎奥运官网悄悄下架了。估计是因为群魔乱舞那段太辣眼，而且少儿不适，被很多国家投诉吧。这实在是令人尴尬呀。很多不同国家的媒体都纷纷吐槽，用变装人来模仿《最后的晚餐》，真的令人恶心，也是对基督徒的极度不尊重。德语一些非主流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也才敢报道，因为主流媒体他们出于政治正确，是不敢说半句这个批评的话的。但网友的评论就不一样了，可以说是各抒己见但大多数网友的看法都出奇的一致，那就是那段表演非常的糟糕，很不合适，特别少儿不宜。另外，我刚才看见微博上面有这样一条消息，那就是奥运会官网上面已经没有了法国巴黎开幕式这个视频，是不是因为这段群魔乱舞这段很多国家抗议？我们不知道，反正很奇怪，已经撤下了这个视频了，这很不正常啊。那就说明可能有国家进行了抗议，或者是有其他团体进行抗议。奇怪的是，特别多明显感觉是某岛的人用粗俗的语言，在我上传的那个节目上面骂人，用粗俗语言在骂，我都搞不明白。在节目中我没有提某岛半句全程只讲了什么巴黎奥运会、东京以及北京奥运，对吧？某岛我提都没提，难道我的对比让那些跪舔，比如说日本法国的某岛人那么破防？完全疯了，比法国人还疯。估计法国还有日本是这些某岛人的精神母国吧，否则为什么那么疯用那么粗俗的语言来骂？真的，我发现昨天我上传那期节目，特别多明显是某岛人在那里谩骂，而且用的语言特别粗俗。对于我称之为群魔乱舞那一段，在社交媒体 X 上，很多德国人也吐槽，大骂主办方变态、倒胃口到吐。可见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我们现在来看几条网友评论吧，我认为应该是德语网友或者德国网友。我们看第一条评论，这个人语气挺粗的，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念吧。
他妈的怪胎秀，第一次不看奥运会了，对我来说太可怕了，我只觉得更恶心。下条评论，令人厌恶的东西，这场怪胎秀与奥运会有什么关系？下条评论，恶心，令人作呕，与其在如此原始和恶心的层面上，不如保守一些。下条评论，这是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前就有，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下条评论，一直以来的猜测，长久以来的传言，法国已经垮了，就这样。下条评论，这是一个衰落国家最轻浮的表现。下条评论，病态，恶心。下条评论，丑陋成了艺术形式了吗？下条评论，这张图引用了特朗普说的一句话，任何极左的东西都会变成一坨屎。下条评论，这是对上帝最恶劣的亵渎。下条评论，这是穆斯林鄙视西方的原因之一吧？下条评论，下次这场畸形表演的参与者将被送进封闭的精神病院，这个世界已经病入膏肓，只有消毒才有用。下条评论，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对不起。下条评论，有人说这是艺术，我会说这是场怪诞的畸形表演。这网友说，哈哈哈哈，睾丸都出来了。道德沦丧的最高级。下条评论，我可以告诉你，太恶心了，令人作呕。下条评论，颓废的最后阶段，费里尼的巴黎。这家非主流德国媒体的网友评论也类似，比如说这条评论，极少数人成功地劫持了大多数人，而那些看似疯狂的政客却在孜孜不倦地加入其中。所谓的民主党人似乎只在觉醒中堕落，谁最疯狂，谁就能获得最高职位，只会做出愚蠢的决定。无论主题如何，选民们也就随声附和。难怪自由西方正在缓慢而坚定地走向衰落。看这条评论，如果我奶奶还在世，她会问，为什么这么多人观看这样变态的开幕式？为什么不是正常的开幕式？这种新奇的偶像崇拜令人羞愧。有的中国网友调侃地说，如果是孙悟空，他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明那段妖魔鬼怪太多了，孙悟空都不知道打哪个妖怪。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下，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总是怀有深深的敌意。比如一位在德国的中国网友刚才给我留下了这段义愤填膺的语音留言啊，我们来听听。昨天那个开幕式，像德国这种自大你妈虚伪的人，直接说是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然后那太自大了，我真想扇这个人特别，哎呀，我真想扇这个人，好久没有这么生气过了，真的，哎呀，我操他妈这些伪君子了，这是。这巴黎奥运会是我看过奥运会最恶心的一届，真的。尤其让那个以色列加入呀，我真的是没法看了。我主是觉得这个奥委会是不是也是用这种西方人控制的呀？中国就应该跟俄罗斯算了参加了。今天下午不是柏林同志游行的吗？给我发那个绿党那种标签，不是那种绝大部分选绿党的。呀，要是我今晚的性格，我他妈别拿起那标签，我直接甩到他鼻脸上。哎呀！据德国媒体报道，就在法国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前几个小时，不明身份者对法国高铁网实施了数次纵火袭击。法国国营铁路公司 SNCF 表示，列车运行受到严重干扰，所以有些运动员，包括有些德国运动员，也受到这波纵火袭击法国高铁的影响。因为他的高铁中途突然停了，或者有的车次不得不取消，那这些人不得不比如说从德国赶到法国巴黎参加比赛，对吧？这样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德国媒体报道，现在
法国国安部门也启动起来，但目前为止找不到纵火犯，估计是有组织的团伙犯罪。我们现在来说说法国巴黎奥运会的开支。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本次法国巴黎奥运会的开支大约是90亿欧元，就是700多亿人民币。但是他搞出的硬件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对吧？前面提到有多简陋等等这样那样的问题。北京奥运会的开支多少钱呢？北京官方的公布的数据是23亿美元，美国福布斯认为应该在68亿美元左右。即使是美国福布斯这个数据，也比巴黎这奥运会要低啊，但是弄出的规模完全不一样，对吧？昨天咱们说了，我想大部分中国的网友都会同意，北京的奥运就是全部奥运会的天花板，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可以超越的，这不是吹牛。如果不信的话，大家去看看北京奥运的回放。昨天我还看到一条比较有趣的新闻啊，就是北京奥运当时呢给新闻记者发了一个包，就是应该是摄影师的包吧，这个包的质量好的到爆，即使现在过了16年，在巴黎奥运会还有其他的外国记者，而且不少，还背着当年16年前发的那个奥运会的包，说明这个包的质量太好了。好像那个新闻还专门放了一些画面，比如说有好像西班牙的新闻记者，他16年之后还没有退休，现在呢在采访巴黎的奥运会，背着北京奥运会2008北京奥运那个包，有那个 logo 的啊。然后呢，什么有南非的，有巴西的记者，他们都一直在用。这条新闻还这样说啊，前年也就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有外国记者也是背着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那个纪念那个包，还到那个地方去采访，真的是太有趣了。而且这些人他们统一口径就是北京奥运当年发给记者那个包实在太好了，非常的适用，所以他们16年了继续在使用，说明中国制造产品的质量真的特别好。这是外国人说的啊。另外这次巴黎奥运有个亮点，那就是中国高科技产品特别多，比如说中国机器人，在巴黎比赛场地到处都是，有询问机器人、捡球机器人、巡逻机器人，还有其他高科技产品，比如说在奥运会开幕式表演无人机，就用了1000多台无人机，都是中国的，我估计是大疆的吧。另外这次呢，巴黎奥运会使用了5G 系统，它是租用中国的，估计是华为的。为什么只是租用？因为法国啊追随美国，不在该国使用中国的5G 设备，但是遇到这种国际大的赛事，他法国的5G 根本就满足不了要求，所以只好临时从中国租用中国的5G 系统。想起来就觉得很讽刺，对吧？还有很多在比赛场馆的设备呀，还有比赛的器材都是中国制造，不仅是高科技产品，还有奥运会的纪念品，80%都是中国制造的，只有20%是法国制造。所以有的法国人抱怨啊，就是爱法国的法国人抱怨，然后法国奥运会的主办方就出来澄清说啊，因为法国制造的纪念品太贵了，就担心卖不出去，所以大部分还是让中国制造。最发达国家的法国使用的大部分高科技产品都是中国的，而没有多少法国自己制造的。那到底谁才是发达国家呢？还有我们说说奖牌吧，奖牌有金牌、银牌、铜牌，对吧？那奖牌不是纯金的，这不是新鲜事。而这次巴黎奥运会它的奖牌，特别是金牌是怎么样的呢？它是用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的废铁来制造的，而且每块奖牌我的理解是金银铜牌，它上面呢有一块6边形的重18克的法国埃菲尔铁塔的那个废铁，这是黎次在重修这个法国埃菲尔铁塔的时候，由法国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保留在听说是秘密仓库里面，然后呢现在用这些埃菲尔铁塔的废铁5864块奖牌。据说奥运会比赛的金牌，它的黄金至少要6克，如果是纯金的话，
那一块这奥运奖牌，它的价值按照现在黄金的价格，大概要25000美元，也就是人民币10多万了啊，非常昂贵了。最后，咱们预祝中国奥运健儿在巴黎奥运会上多多拿牌，多多响起《义勇军进行曲》。不瞒大家说啊，特别是在海外，每次我听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就心潮澎湃，真的是这样。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